幽灵沼泽应该就在这附近啊！别再看那破地图了，咱们走了多少冤枉路了，还不如自己摸索呢。不管怎样，大家还是要时刻小心脚下，以免踩到沼地。你们说，咱们这么夜以继日的作死，老天会不会哪天看不顺眼，直接给个坑把咱们埋了呀？不过去个小泥沼而已，怎么会死人呢？胆小鬼！胆小鬼！哎呦喂，还说别人，早上也不知道是谁哦，躺在床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嘴里嚎嚎着：“快扶我起来，扶我站在那儿起来，让我再吃2斤核桃。”你听我的，生活中那些破事儿，就算你不去担心，它也不会变得更破。这又是什么鬼道理？哎，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臭味啊？确实有点儿。哎，好像是有臭味啊。这臭味好像源自周边啊。其实这附近生长不少喜事的药草，毒芹也有可能。我真是一说一个准儿啊！这就是毒芹啊！哎，果然与常见的水芹长得很像啊。可是这里就是地图的位置，哪有什么沼泽啊？或许此处只是以沼泽为名，实际上并无什么沼泽。那是什么？拆子！哎，站住！为何会有一只钗子呀？它为什么会落在毒芹附近？蝎子，这里怎么会有一只蝎子啊？哎呀，一只蝎子大惊小怪的。倒是这个钗子呀，这像是司徒莫心的发钗，前2日我曾见他戴过。哦，我也不是很确定啊，要不回去找组长核实一下。走，快走！这发钗确是莫心之物，不知2位公子去幽灵沼泽究竟想做什么？我们怀疑毒芹一事并非偶然。既然破灵阵中从未出现过毒芹，我认为毒芹可能生长在偏僻的湿地或水沟旁，也就是幽灵沼泽，所以前去查证，却不料发现了莫心姑娘的发钗。即便如此，毒芹害人一事，定非莫心所为。再者说，无论是谁下的毒，都是你们自己找上门来的。你们休想以此为由倒打一耙。组长，且听在下一言。如果施用毒芹之人不是莫心姑娘的话，那组长您的处境就更危险了，因为下毒者的目的不一定是我们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可能是下毒之人杀心错腹，借我们以掩人耳目？毕竟只有组长您才最爱吃芹菜。是啊，我们被栽赃陷害倒是没什么，大不了一走了之。就是，怕就怕这下毒之人一次未得手，
还会再来一次。这次要不是包公子他们先中毒，恐怕族长也已遭毒手。对啊，现在还不知道毒气是针对谁，我们早些查清楚，你们也好安心嘛。看在你们被毒禽加害的份上，老夫就发慈悲，那么就以1日为限，容你们调查此事与莫心被害一案。但明日若查案无果，老夫便只能视你等为嫌犯，送各位去见官了。你们不觉得有些奇怪吗？司徒族长先前笃信妖灵，现在却肯让我们查找真凶，大概是吓坏了吧？哎，南姐姐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司徒多罗想把包拯留下来，才故意下毒？多罗姑娘心性纯良，不像是歹毒之人，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？附议。指着你们男人的眼神，妖精都是纯良的。哼，你吃了100年老陈醋，可真够呛的哈。毒禽最毒在根茎，下毒之人显然十分注意用量，放的几乎都是植株接近顶梢那一节。说不定下毒者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毒禽只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什么意思？包大哥，你快说啊！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突然有些想法一闪而逝，没有抓住。那现在我们该从何处查起啊？司徒莫心被杀的背后，一定藏有很大的隐情。不如我们先从他的房间查起，待将尸体安置妥当后，再仔细验尸。好，走吧。莫心姐姐的境况为何如此之差？先前我听多罗姑娘提起过，1年前啊，莫心姑娘被收养的时候，司徒夫人十分不愿意，但莫心姑娘苦苦哀求。司徒族长见她实在可怜，还是将人留下。但司徒夫人不喜欢嘛，她自然没什么好日子过。怪不得。表面上看，司徒莫心温顺又勤快，就算是不喜欢，也不会那么讨厌吧？司徒夫人为何如此排斥他？天底下的人要是都像你这么想，就没有那么多狠毒的继母了。司徒莫心的境况如此凄凉，那他房间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纸笔？说不定是不甘于现状。看上去好像是要给谁写信，不过司徒莫心不是没有亲人了吗？谁说一定是写给亲人啊？万一是写给情郎呢？咦，他怎么把厨房的东西拿到房间里来了？这蒜臼竟然有香味儿！
这闻起来不像是食物的味道。莫心姐姐到底为何被害呢？司徒莫心的死因虽然尚未可知，不过他极可能隐瞒了一些事情。他隐瞒何事？他手上的那道伤口。你手上的伤口要赶快处理。没事。花土中有肥料，若不及时清洗包扎，可能会化脓。多谢公子提醒，莫心记住了。据我观察，他手上的伤口不像是割伤，反而像是划伤。划伤？他为什么要扮成猫脸人藏在棺中啊？说不定司徒莫心想伪装猫灵杀人，却反被害。而且司徒莫心自从去了祭坛之后，白骨边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他现在会在何处？这么多问题，咱们还是赶快回房间慢慢想吧。总觉得这间屋子里面杀气腾腾的。好，那展昭，你把这些遗物都带走。好。我觉得有人要杀包拯。包君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目标，看上去的确不像偶然。可不是嘛，毒蝎、毒箭，还有那毒琴，说不准都是奔着包大哥去的，是不是有人寻仇啊？就算我得罪过人，那也应该是在泸州啊，在这会有谁想对我动手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破红魔，他听说过阿整的名声，在这里装神弄鬼，又怕阿整识破，所以才杀人灭口。即便如此，破红魔也不会反应这么快吧？一照面就认出来，并且立刻动手。你们想想血魂林，再想想沈寒，说不定我们刚打听到空寂岭消息的时候，就已经被人给盯上了。那合着天底下聪明人都得和我较劲啊！再说了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阿软的身世，难道你是怀疑是阿软故意引我们来破灵阵的？你们是为了寻找白姑娘的生身父母而来，此后便接连遇险。若猫灵一事为无稽之谈，那现在发生的一切很可能与当年的空寂岭有关啊！说不定查出此事真相，便能解开白姑娘的身世。若能查出杀害司徒莫心的凶手，无论找不找得到我的父母，都不虚此行了。理是这个理，但听你们这么一说，我怎么觉得阿软姐姐很可疑？哎，那照你这么觉得，咱们一路上询问破灵阵的方向、消息，是南天竺打听到的。你是不是觉得南天竺也是同花？阿软，他们这么编排咱俩，你就这么听着？要不然呢，全都吊起，打一顿。啊，好主意！南天竺，你给我站住！阿软，快把小青瓜拉走！站住！阿南，莫心终于回家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你去正厅歇歇脚吧。不用了。这是包公子和展少侠的补药，另有1剂佐药，我明日送来，你们多多保重。多谢。
本姑娘可不是好躲的。求求你了，看你姑奶奶，往哪跑别追了！别追你了！还躲是不是？跑不动了！都逮着你的！长官，快来帮我！你先站住，我就别追了！不追了。别追了！哎，南妹妹，快追！哎，铜铃掉了。别追了！有本事你就别追了！别跑啊！我没本事。哎，包大哥，阿正，你没事吧？伤到哪儿了？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多罗姐姐，多罗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告诉诸位，莫欣妹妹的尸体已被安置于柴房。原来你们不是兄妹。我这下出大事了。终究是我太傻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却不自知。哎，其实我比你更傻。我不仅以为他们俩是兄妹，而且还怀疑包公子是展昭他爹呢。什么？谁要与你比傻？你傻不傻的，与我何干？多罗姑娘别气，在下和南姑娘的确并不是兄妹，但是我们绝非是恶意欺瞒，只是当时随口开了个玩笑，还请多罗姑娘恕罪。你们二人是何关系，与我无关。包公子若心中有愧，不如尽快离镇，还敝地一个清净。多罗妹妹，你听我说，傻子才是你妹妹。都怪你，谎话张口就说，以为自己是人精啊！现在好了吧？你说真话都像是谎言。就是，在下本以为包君一向七亲磊落，没想到你竟会以情谋事。你不仅辜负了多罗姑娘一腔恩义，也欠在下一个解释。这还有个补刀的呢。哎，你到底是为多罗姑娘抱不平，还是替你自己讨公道？我一箭双雕不成啊！哦，就兴你招猫逗狗，啊，就不兴我狗急跳墙啊！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？不好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哪知道他那么不经斗啊！光顾着闹了，差点把这个忘得一干二净。包大哥，这都被你给踩碎了。哎，这铜铃里好像藏了什么东西。的确有异物。这是一颗牙齿。牙齿？看这样子，你们说这会不会就是猫妖的牙齿？你连货真价实的猫妖都未曾见过，何来妖齿一说？这是人的牙齿吧？这更像是一颗年轻女子的牙齿。啊，从一颗牙齿也能判断出男女年纪？大部分的牙齿都能辨别年纪，因为年纪越大，牙齿磨损的程度就越大。当然，这些要结合个人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来判断。比如有些地方饭食软糯，牙齿的损耗程度就会相对减少。那如何辨别男女？也并非所有牙齿都能准确判断出来男女。我曾听一位仵作师傅说，男人的虎牙通常比女人的略宽，而这一颗恰好就是虎牙。不过这种差别极为细微，也不是回回都准，观之只能略作猜测罢了。原来如此。可是这铜铃中怎会有年轻女子的牙齿啊？我听说民间某些地方有习俗，
有一些人会把换下的牙齿收藏起来。你17、18来换牙？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，你怎么这么喜欢抬杠17、18不换牙，这会不会是死人的牙齿啊？这要是活人的，那就更可怕了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这样好好的牙齿，要是活生生的给它拔下来，包大哥，你先别说了。你和南天竺还真是天生一对儿，一个正儿八经的吓唬人，一个傻了吧唧的忽悠人。哎，你才傻呢！我们聪明人就喜欢装傻充愣，像你这种真傻的才爱自作聪明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去找你家多罗赔礼道歉啊！我自己刨的坑，可不得自己埋吗？走了。我警告你们，你们要是再欺负多罗姑娘，本公子就不护着你了。这前庭的案子尚未查清，你这后院的火就一波接一波的。唉，看来太招人待见也未必是件好事。哎呀，别说这些了，眼下查案为重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们先去看看司徒莫心的尸体。走。多罗妹妹，哎，姐姐找你找的好苦啊，可算是没来迟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向你赔罪啊！都是姐姐犯浑，伤了妹妹的心，还请妹妹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那你和包大哥究竟是何关系？往浅了说，我们只是朋友而已；往深了说，亦是生死之交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有一位生死之交，直至后来两两相望，天各一方。妹妹说的可是那位貌似包拯的故人？时无重至，华不再扬，曾经沧海，亦不过尔。哎呀，总之这次是姐姐对不住你，如今要打要骂，我全凭妹妹处置。罢了，其实打骂大可不必，但是有一件事，或许南姑娘能施以援手，以示歉意。何事啊？自从莫心妹妹去了以后，家中顿时无人生火做饭，坡陵镇地僻人稀，一时庖丁难顾。既然你等在我家暂居，不知这一日三餐全由南姑娘代劳，如何？我，这，你确定不想打我一顿？你若答应了，我便免了你们的房钱；你若不应，你会怎样？那我就实话实说，来让家父做主。你，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答应你便是。那就辛苦南姑娘啦。其实你等之去留，不在家父的一念之间，而是在于包公子的用案之中。什么意思？这案子若是包公子用得好，他便是你们的护身符。
若用不好，那它可能就是催命符。昨日莫心姐姐还好好的，没想到竟会突然一命呜呼，不免令人扼腕。先别急着扼腕，说不定想让我们一命呜呼的人就是他呢。包大哥，你男人只敢做什么？他的牙齿怎么变成黑色的了？这和那具头骨上的黑齿极为相似。莫心姐姐的死会不会和那具白骨有关啊？这纱布似乎不太对劲。纱布上的灰应该是莫心姐姐干活的时候不小心蹭上的。他的手指甲竟然也是黑的。哎，包大哥，这手的指甲也是黑色的。司徒莫心的牙齿与指甲皆已变黑，应是中毒所致。如此看来，莫心姐姐和那具白骨主人，他们生前中的可能都是同一种毒。这个是什么？祭典3日，巫山林深处，于中某时，魔影会幽灵。这张字条应该是有人写给莫心姐姐的吧？也许吧。魔影会幽灵，如果说魔影就是破红魔，那幽灵会是谁呢？这巫山林又是什么地方？我们之前看过地图，未发现像巫山林的地方。哎，阿软，你可还记得，昨夜莫心前往祭坛时，手中是否携有那具白骨？他前往祭坛时，手中曾提着一只袋子，其中应是装有白骨。明天啊，就是祭典后的第3日，他们真的会在那里现身吗？哎，司徒多罗应该知道巫山林在何地方，不如我们去问问他。啊，那你们先回屋吧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哎，包大哥，你多保重。
多罗姑娘，多罗姑娘，不在也好。多罗姑娘，包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在下是有事想向多罗姑娘请教。何事？你可知巫山林在何处？你为何突然问及此处？方才我等在观察莫仙姑娘尸体时，发现她袖中塞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祭典3日，巫山林深处，于中某时，魔影会幽灵”。在下怀疑巫山林中或有莫仙姑娘一案的线索。你是打算明日去巫山林探探究竟？是。既然此行事关妹妹一案，那明日我带你们前去，届时你们自然会寻得巫山林。在下担心，明日你一旦涉足巫山林，将会安危难测。纵是穿林赴险，你个外乡人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既是如此，便有劳姑娘了。公子客气，若无他事，公子请回吧。多罗姑娘，之前向你扯谎一事，是在下有愧于你。自我等入镇以来，你一直对我等照拂有加，此番恩情，在下会铭记于心，此生难忘。此生太长，我们终是过客一场。对于自己保证不了的承诺，劝你还是默许的好。你一沉默，很像我那位故人。如果我和他没这几分貌似，你对我可能也不过尔尔。其实我先前喜欢你，不只是因为你与他的相似，还有你和他的不同。公子放心，我定会尽全力助你们查案，不只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的家乡。此前种种皆成过往，希望在余下的时间里，我们仍是朋友。若能如此，已是在下之幸。多谢你。没想到那个司徒多罗还挺识趣的嘛，我还以为他要赖上阿整了。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人生的乐趣多了，又何必纠结在儿女情长上？对，阿软姐姐说的在理。这回赵元林可要偷着乐了，你们说，我要不要助推他一把？你折腾自己就算了，还总折腾身边人。你十有八九能把他们推到沟里去。你个小清官的，懂什么呀？说起来有好一会儿没见着赵元林了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啊。师伯，回来了。那我们要不要过去和他打声招呼啊？罢了，等明天吃早饭时再说吧。看赵元林的样子，好像心事重重的。嗨，明早他准又活蹦乱跳了。包大哥，给你吃这个。好。原来你们昨个就定好要去巫山林，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
昨日吧，也不知道你去了何处，你忽然消失了许久，半夜才回。这么说，昨夜你见我回来，却没有来找我。是，但是你可知，在下虽然是贵为京城第2小才子，但终究是个多愁善感的少年。你得向我道歉。我向你咋那么喜欢人家给你道歉呢？我觉得你不应该叫赵元林，你应该叫赵抱歉。嘘。其实啊，这趟巫山林之行，赵兄不必与我们前去，因为这巫山林它……我已经原谅你了。我没和你道歉啊。我感应到了你的歉意啊！啊，放心，稍后我与你们共赴巫山林。多罗姐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展昭不是中毒了吗？我心中担忧，昨天特地去镇外买了些补品来探望。你们真是有心了。这是包公子和展少侠的补药吧？正是。我来拿着吧。不用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咱们早该进去了。展昭在不在啊？哎，陶艺，看我给你带了好些好吃的。这是昨日陶艺去镇外买的补品，今日送来，聊表心意啊。燕兄如此费心，我们感激不尽。你们经常去镇外吗？当然啦，我们镇子太小了，连个商用的铺子都没有。外面就不一样了，有很多好吃好玩的，每月15还有庙会。这是我为包公子和展少侠熬的药汤，一会儿你们趁热喝。谢谢多罗姐姐。哟，真是太巧了，昨日我也为包君熬制了药汤，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，凤凰于飞呀。你自己啊，慢慢飞吧。这8竿子打不着的鸟，我可不敢当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嘛，咱没有8竿子，至少也有2竿子吧。说实话，你熬的药汤真不像给人喝的。你不拆台，没人把你当大木桩子。我也知道。族长和夫人现在怎么样了？自从莫欣妹妹去了以后，我爹总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我娘受了惊吓，一下子救急犯了。那夫人没有大碍吧？就是头疼，吃过药，休息几日就好了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展昭，待会儿咱去镇子外玩吧，那可比留着吃药有意思多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去巫山林呢。巫山林吗？在下倒是听说过这个地方。听闻巫山林位置偏僻，人迹罕至，而且林中犹如迷宫，蜿蜒曲折，危险得很啊。包君怀疑巫山林或许有关于案情的线索，故而我等要前往验证。那不如也带上我们一起吧。你们看我表兄，又高大又结实，还会些拳脚功夫，带上我们不亏的。我去就行了，你去干什么？我有去。你，就是啊，小桃子，就你这小身板可不行。我行的，小林子。哎，罢了，腿长在他身上，即便现在不让他去，等会儿也得跟着。包兄啊，就让我们同行吧，说不定能帮上什么忙。那，好吧。包公子，包公子，母亲让我来送药。哦，有劳了。原本啊，昨日就应该送来，却是因为里面少了一味药材，花了些时间买药，这才耽误了一日。多谢梅神医和欧公子费心了。其实我们现在的身体也并无大碍，补养并不急于一时，晚2日也无妨。
既然如此，各位先用早膳，稍后再见。哎，好，走。既然药已送到，那在下就先告辞了。多谢。那你们先吃，一会儿去偏厅找我们便是。好，啊，这块栗子酥多谢可好吃多谢，我也有好多私藏，回来都分你一些。那感觉好。给你，个儿大皮儿薄，还是椒盐味儿的。前方树木渐密，这已是巫山陵附近了。大家注意，等会儿按照记述的办法留下记号。好。走吧。这么多记号，我就不信走不出一个林子。肯定是燕大哥说的太夸张了，咱们走得很顺嘛。燕大哥说的没错，这里真的很诡异。咱还是不能大意，这里的树木越来越密。不是，这林子到底能有什么线索呀？我来这巫山林是怀疑破红魔会在林中现身。暴君可发现有什么不妥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破灵镇附近有密林，为什么很少见到鸟类？可能秋季向南迁徙了吧？我们这里确实没有多少鸟，只不过每年这时有大雁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近来没有见到。会不会和猫林有关？有可能，猫可喜欢吃鸟了。鸟在天上飞，猫怎么可能吃得到？那鱼还在水里游呢，猫都能吃得到。可不是嘛，有本事的猫才能吃得到呢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别管它，我们接着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我要在这里系一根红绳。你说那破红魔会藏在哪儿呢？都已到了将午之时，可是咱连他的影儿都没见着啊！说不定啊，破红魔就在前面等着咱呢。哎，这些小花还挺好看，没想到这偏僻的地儿竟能生出如此小巧玲珑的花。还很香呢。快放下！幸好手上没有伤口。赵兄，此花有何不妥吗？此物名为花犀草，平常情况下对人无害，一旦遇上伤口，便显其猛烈毒性，催人速死。哎，司徒莫西那石臼里残留的痕迹，很有可能就是花犀草。他怎么把厨房的东西拿到房间里来了？这蒜臼竟然有香味儿。那如此说来，司徒莫心房里的花犀草，可能源于此地。闻起来确实很香。可他捣碎花犀草干什么？捣碎毒花还能干什么？肯定是想下毒呗。莫西妹妹平时很少与人接触，更不会与人结仇，她怎么会杀人呢？她是不与人结仇，可架不住有人为难她呀。我看她要是想杀人，指不准第一个杀的就是司徒夫人。若有人为难了南姑娘，你会动杀心吗？
然不会啊，我又没鬼鬼祟祟藏毒花。莫欣妹妹未必知道这就是毒花，而且南姑娘别忘了，现在被杀的可是莫欣妹妹。哎，咱那个都少说一句，行不？咱们还是赶快寻找破红魔吧，只怕耽搁时间越久，越难找到回去的路。我们一路上做了很多记号，若不出什么意外，1个时辰之内就能走出巫山林。这棵树上怎会有我刻的记号？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们不是刚到这儿吗？还未来得及做记号。陈少，而且记号还是错的。包大哥，我们来时做的记号不见了。啊！包君的记号怎么会凭空消失呢？好像也有一段路没看见我系的红绳了。我们走10几丈便留下一个记号，不可能找不到啊！那我们是迷路了。这些树上虽然仍有记号，都刻成念武了。莫非这些树成精了？能乱跑吗？树木自然不会成精，看此迹象，倒像是有的人蓄意破坏。你确定没有刻错？一定不会。这样一来，就难以辨认哪些是我们自己做的记号了。我们这么多人走过的路，应该会留下痕迹。可我刚刚注意到，这一段路上，竟然没有被碰断的枝叶，也没有被踩踏过的草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人不但混淆了我们的计数，还留下了类似的痕迹，就是为了误导我们。究竟是谁干的？为什么要破坏我们的记号？会不会是破红魔作怪？他想把我们一锅端了，但见我们人多不好下手，就用这种办法将我们困在林中。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也不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错路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多罗姐姐，你知道怎么回去吗？我也是头一回入林，我的方向感还不如你呢。看来林中马上就要起雾了，若是我们拖到天黑，怕对我们不利。我怕黑，我可不要大晚上待在这个林子里。要不我们凭着直觉找一个方向赌一把，兴许歪打正着就出去了。我才不要呢！万一走错了怎么办？万一越走越歪怎么办？我才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不如这样，咱们兵分3路，先就近探寻有没有未被破坏的记号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多罗姑娘，咱们一起走。我看你和南姑娘眉来眼去，倒是默契得很。不如你还是去陪南姑娘吧。燕大哥，咱们2个一起吧。啊，不是我，走吧。走，表哥。包君，看来我注定是属于你的啦。你怎么说认输就认输啊？斗志还不如这2个小青瓜。你
我不想长大又不是1天2天了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斗鸡，谁爱斗谁斗去。真是扶不起的阿斗。听你们两个说话，真是比听曲儿还有意思。就知道凑热闹，一路上除了吃就是玩。你今年5岁吗？我又没碍着你，要你管？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不管才好。展昭，你跟我走，帮你1年0存。行啊，那一言为定。走，走。阿整，我们也走吧。展昭和小桃子都是小孩子心性，不免令人担忧啊。那，要不我们跟过去看看？好。啊，赵公子、阿阮，你们先去寻找记号，我们随后会合。别磨蹭了，快走吧。听我一句劝，身为女子还是温柔一些好。你说你这么冷血冷脸的，都扫人家兴了。是吗？我以为只有傻子才成天手舞足蹈、亢奋不已的呢。那些记号不是应该在树上吗？没有啊。哎，你慢一点。哎，我们好像和他们走散了。啊，不是吧？我想回去了，我要和表兄他们一起走。你怎么胆小的跟老鼠一样啊？你见过这么如花似锦的老鼠吗？见过呀，锦毛鼠呗。是。别说，这名字还挺俊俏的。嗯。也是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勉强陪你走一遭吧。嗯。那你觉得我们刚才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？那边。你确定？我不确定。你不知道，你乱指什么？不是你问我感觉的吗？我感觉像那边。你该不会没记录吧？你不会也没记录吧？哎呀，这下完了，回不去了。早知道就跟着包大哥一起走了。早知道我还和表兄他们一起走了呢。我觉得还是你刚刚指的那个方向比较对。要不过去看看？走。走。啊，你走反了。没反，不识路时感觉都是错的，走相反的方向肯定是对的。快走吧，信我没错。啊！快点儿！真的假的呀？哎，等等我。放心，不会错的。你信我的没错，找路就和做梦一样，反着来才准。这2个人也太胡闹了吧！幸亏我们跟了过来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这好像是一撮猫毛啊！真像是猫毛，也不知是何时落下的。若是刚落不久，那猫灵会不会就在附近啊？你确定是这边吗？这都快没路了。这有可能。展昭，猫灵就在附近，你们赶紧回来吧。你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好像是南姐姐在说附近有猫灵。猫灵，完了，这下完了！
我回不去了。好歹也是个男人嘛，怎么哭哭啼啼的？那，你说是不是那猫灵故意把我们困在林子里的呀？我怎么知道？那你先前明明说是的呀。我那是猜着玩的。就算没有猫灵，那肯定也是有人故意想把我们困在林子里，然后把我们杀了。我们现在落单了，我完了。你咋真跟老鼠一个样，死了都要吃？那不能白白便宜旁人嘛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完不了。破红魔来者不善，但本少侠也不是好对付的。你在看什么呀？你不是不好对付吗？去啊！破红魔，展昭，林子里有猫灵，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你别喊了，是不是破红魔还未可知呢？你在吓着他们。是不是展昭的声音啊？听起来更像是陶艺的。走走。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心也有儿女情长，蓄着力气，我便步步推理，案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昂昂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抱不平，杀无年郎。